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如果我们一直以来对宇宙的理解，并不是差了一点点，不是某个数字算错了，不是某次观测出了偏差，而是从一开始方向就可能错了。此刻，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，一些最顶尖的物理学家正盯着一组组让人头皮发麻的数据。方程式算不拢，望远镜看见的东西和理论预测对不上，而更麻烦的是，这些矛盾不是越研究越小，反而越研究越大。我们以为更强大的望远镜会帮我们把宇宙看得更清楚，可结果是，他们把问题照得更刺眼了。在日内瓦，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冒犯常识的想法：也许宇宙根本没有膨胀。你听清楚了，不是膨胀速度算错了，不是暗能量比例不对，而是我们口中那个正在加速膨胀的宇宙，可能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误读。宇宙大爆炸、暗能量、加速膨胀，这些我们熟悉的宇宙故事，也许只是另一种更深层现象投射出来的影子。而这个想法不是网络上的阴谋论，不是某个边缘人物的幻想，它来自一篇正式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，出现在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期刊上。当然，这不代表它已经被证明，但它足够严肃，也足够令人不安。因为一旦它有一部分是真的，我们仰望夜空时看到的可能就不再是正在远离我们的星系，而是一封来自物质深处的信，一封我们读了100年，却可能读错了意思的信。故事得从100年前说起，那时候人类对宇宙的想象和今天完全不同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，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宇宙是静止的，是永恒的，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巨大舞台。星辰在里面闪耀，星系在里面漂浮，时间在里面流动，但整个宇宙本身不变。爱因斯坦甚至为了让自己的方程式支持这个静态宇宙，特地加入了一个数学项，他称它为宇宙常数。简单说，他不希望宇宙在自身引力下坍缩，所以他在方程里加了一个支撑物。这就像你搭了一座房子，发现墙快倒了，于是赶紧塞进一根柱子，只要房子站着，一切看起来就合理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想法并不荒唐。夜空看起来确实安静，星星像是永远挂在那里。宇宙给人的感觉就是古老、稳定、沉默。直到一个叫埃德温·哈勃的天文学家抬头看向那些模糊的螺旋状光斑，当时很多人以为那些光斑只是银河系里的气体云，就像宇宙角落里飘着的一团雾。可哈勃越看越觉得不对，那些不是云，那是一整个星系，里面有数十亿颗恒星，每一颗恒星都在遥远的难以想象的地方燃烧，它们的光穿越了几百万年才抵达地球，落进望远镜里。这一刻，人类的宇宙地图被彻底撕开了。原来银河系不是全部，银河系之外还有银河，而那些银河之外还有更多银河。宇宙不再是一座孤岛，它变成了一片看不到边的星系海洋。但哈勃真正改变世界的发现还在后面。他开始研究一种现象，叫做红移。这个概念听起来专业，其实不难理解。当一个物体远离你时，它发出的光会被拉长，光的波长越来越长，就会向光谱中的红色一端偏移。所以我们说它发生了红移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火车从你身边高速驶过，火车接近时，汽笛声尖锐；火车远离时，声音变低变沉，声音会被拉长，光也会。哈勃测量了一个又一个星系，他发现很多远方星系的光都发生了红移，也就是说，它们正在远离我们。更惊人的是，星系离我们越远，看起来退行的速度就越快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一条规律。后来，人们把它称为哈勃定律，而那个描述宇宙膨胀速度的关键数字就叫哈勃常数。这个发现的含义非常震撼。如果星系都在彼此远离，那么把时间倒回去会怎样？所有距离都缩短，所有星系越来越靠近，再往前倒，物质越来越密集，温度越来越高，直到最后，整个宇宙似乎曾经集中在一个极端炽热、极端紧密的状态里。这就是后来的宇宙大爆炸理论。空间、时间、物质、能量都从那个无法想象的早期状态中展开。宇宙不是永恒静止的，它有历史，它有开端，它正在膨胀。爱因斯坦后来也接受了这一点，并把自己当年加入宇宙常数的做法称为一生中最大的错误。事情看起来终于清楚了，宇宙有起点，宇宙在膨胀，理论和观测开始互相吻合，人类似乎正在一步步接近真相。可宇宙最擅长的事，就是在你以为快要懂它的时候，
突然把桌子掀翻。时间来到20世纪90年代，科学家原本以为宇宙膨胀应该正在变慢，这很合理。想象你把一颗球往天上抛，球一开始飞得很快，但在重力作用下，它会慢慢减速。宇宙也是一样，大爆炸之后，空间开始膨胀，但宇宙里有物质，物质有引力，引力会把一切拉向一切，所以膨胀速度应该逐渐放慢。也许很久很久以后，宇宙会停下来，甚至有一天会重新收缩。这是科学家本来预期的剧本，可观测结果给了他们一记重拳。宇宙膨胀不但没有变慢，反而在加速。它不是踩刹车，它是在踩油门，而且这种加速已经持续了大约数十亿年。这不是某一组数据的噪音，不是某台仪器坏了，多个研究团队用不同方法观测不同天区，研究不同天体，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结果：有某种东西正在推动宇宙向外加速扩张，但它看不见、摸不着、不发光，也不和我们熟悉的物质产生明显互动。科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：暗能量。听起来很酷，但这个名字背后其实藏着一句很诚实的话：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按照现在的宇宙模型估算，暗能量可能占了宇宙总能量的大约70%。请停一下，想一想，宇宙里70%左右的东西，我们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不能直接测量，也还没有真正理解。而我们熟悉的普通物质，恒星、行星、星云、黑洞、你我、山川、海洋、空气、尘埃，全部加起来只占宇宙的一小部分，不到5%。剩下的另一大块叫暗物质，它同样看不见，同样神秘，同样是我们为了解释宇宙现象而不得不引入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现在最成功的宇宙模型里，绝大部分内容其实都被两个带着暗字的词填满：暗能量、暗物质。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看清楚了它们，而是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，少了它们，方程就撑不住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个模型仍然很好用，它能解释很多现象，也能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。宇宙学似乎仍在稳步前进，直到詹姆斯·韦伯太空望远镜升空。韦伯望远镜不是哈勃望远镜的简单升级版，它更像是人类换了一双眼睛。哈勃望远镜主要看可见光、紫外光和近红外，而韦伯望远镜擅长的是红外观测。这意味着它可以穿透宇宙尘埃，看见更遥远、更古老、更微弱的光。那些光可能在宇宙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发，一路穿越数十亿年才抵达我们这里。所以当韦伯望远镜望向深空时，科学家们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年轻、混乱、尚未成熟的宇宙。按照标准模型，早期星系应该比较小，形状不规则，结构还在组装，像刚刚诞生的宇宙婴儿，还没长成大人的模样。可韦伯看到的东西让许多天文学家沉默了，那里竟然出现了一些巨大、明亮、结构成熟的早期星系。它们看起来太大、太有秩序、太早熟。问题是，在现有模型里，宇宙那时候还没有足够时间把这些庞然大物建造出来。就像你早上刚打好地基，下午却看见一座摩天大楼已经封顶。理论说时间不够，观测却说它们就在那里。于是，一个让人不舒服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：我们对星系如何形成、如何长大、如何演化的理解，是不是缺了什么关键部分？然而，韦伯带来的麻烦还不止这一个。他又把镜头对准了现代宇宙学最核心的数字之一——哈勃常数。哈勃常数告诉我们，宇宙现在到底膨胀的有多快。问题是，科学家用不同方法测出来的答案一直不一样。如果你用宇宙最古老的光，也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来推算，得到的哈勃常数大约是每100万秒差距每秒67公里。这是从早期宇宙出发，结合标准模型推导出来的数字。可是，如果你用今天宇宙里的实际天体来测量，比如超新星、造父变星、重力透镜，得到的数字却更高，大约是每100万秒差距每秒73公里。听起来差了没多少，67和73，好像只是几公里，但在宇宙学里，这不是小误差，这是裂缝，而且是越看越明显的裂缝。科学家把它叫做哈勃张力。多年来，很多人希望这只是测量误差，也许是哈勃望远镜的数据不够精准，也许是校准方法有问题，也许是某些宇宙尘埃造成了偏差。所以当韦伯望远镜加入测量时，大家原本有一个期待，这台更强大的望远镜应该能把错误找出来。可结果是，韦伯没有消除矛盾，
它反而确认了矛盾。韦伯测出的哈勃常数仍然偏高，接近先前用近距离宇宙天体测得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问题不太像是单纯的仪器失误，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一边是早期宇宙给出的答案，一边是今天宇宙给出的答案，两边都看起来有道理，但它们就是对不上。这时候，宇宙学的处境变得很尴尬。我们有一个膨胀速度比理论预测更快的宇宙，我们有一批不该那么早出现的成熟星系，我们有占宇宙大约70%却仍然神秘的暗能量，我们还有找了几十年仍未直接确认的暗物质。这些不是边边角角的小问题，它们像裂缝一样从模型的地基往上蔓延。于是，一些科学家开始问一个10年前听起来还很激进的问题：如果标准宇宙模型不只是不完整呢？如果它在某些根本假设上就是错的呢？这时候，卢卡斯·隆布里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框架。他来自日内瓦大学，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。他的想法可以简化成一句话：我们看到的宇宙膨胀，可能不是空间真的在膨胀，而是物质本身在变化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，我们慢慢拆开。过去100年，天文学家把红移看作宇宙膨胀的证据。远方星系发出的光，在穿越宇宙时被拉长，波长变长，光变红。所以我们说，空间在膨胀，星系彼此远离，这是现代宇宙学的基本图像。但隆布里则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：万一光的变化不是因为空间被拉长呢？万一是发出光的原子和今天的原子不完全一样呢？更具体的说，如果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，比如电子、质子，它们的质量在宇宙历史中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，而是在极其缓慢的演化呢？这个想法一旦成立，结果就非常惊人。想象一个遥远星系在数十亿年前发出一道光，那时候产生这道光的原子和今天地球上的同类原子相比，可能有微小差别。如果原子质量不同，它发出的光频率也可能不同。于是，当那道古老的光抵达地球，我们拿它和今天实验室里同样原子发出的光相比，就会发现频率不一样，波长不一样，它看起来像红移。我们于是说，这是宇宙膨胀造成的。但在隆布里泽的框架里，也许不是，也许变化是真的，红移是真的，但原因不是空间在变大，而是物质本身在宇宙时间里悄悄改变。这就像你收到一封很久以前写的信，你以为信纸被拉长了，所以字句变了。可另一种可能是，当年写字的人用的纸本来就和今天不一样。为了让这个想法在数学上成立，隆布里泽引入了一种宇宙场。这里的场不是草地、球场那种场，而是物理学里的场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遍布整个时空的背景属性。宇宙每一个位置都有它的值，粒子生活在这个场里，粒子的性质也受到这个场影响。如果这个场随着宇宙时间慢慢变化，那么粒子的质量也可能跟着改变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看到的红移就不一定是空间拉伸的结果，它也可能是粒子质量变化留下的痕迹。这正是这个理论最颠覆的地方。它不是在宇宙膨胀模型上修修补补，它是在问我们是不是把同一个现象解释错了方向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一旦你用变化的宇宙场取代膨胀的空间来重新思考宇宙，几个老问题突然有了新的出口。第一个就是宇宙常数问题。还记得爱因斯坦当年加入方程式里的那个宇宙常数吗？后来宇宙加速膨胀被发现后，它又被拿了回来，用来描述暗能量。在标准模型里，宇宙常数常被理解为真空本身具有的一种能量密度。可问题是，当物理学家用量子场论去计算它时，理论值和观测值差得离谱。差到什么程度？有人形容这是物理学史上最严重的预测失败之一。不是差10倍，不是差10000倍，而是可能差到10的120次方量级。这个数字大到几乎失去知觉，就像你要量一粒沙子，结果算出来它比整个宇宙还重。这就是宇宙常数问题，它困扰了物理学家几十年。而在隆布里泽的模型里，宇宙常数不再是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凭空冒出的能量，它变成了宇宙场的一种性质，它的值来自这个场。如果场会演化，相关的物理量也会跟着改变。这并不等于问题立刻解决了，但至少它提供了一条新的路，一条过去不太被重视的路。第二个问题是暗物质。暗物质的故事同样充满悬念。我们之所以提出暗物质，是因为星系的旋转方式不对劲。按照可见物质的引力来算，星系外围的恒星和气体跑得太快了，它们应该早就被甩到太空深处，可它们没有。
它们仍然被牢牢束缚在星系里。这说明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提供额外引力，像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引力茧，包裹着整个星系。我们叫它暗物质。目前估计，暗物质的量可能是普通物质的好几倍。可问题是，我们找了几十年，仍然没有直接抓到暗物质粒子，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探测结果能告诉我们，看，就是它。而隆布里泽的框架提出了另一种可能，他所说的宇宙场，其波动形式在数学上可能和某些理论粒子相似，比如轴子。轴子是暗物质候选者之一，它不是怪力乱神，而是主流理论物理中认真讨论过的假想粒子。如果宇宙场的某些波动表现得像轴子场，那么我们所说的暗物质，也许不一定是一种完全独立的神秘物质，它有可能和同一个底层场有关。也就是说，红移、暗能量、暗物质，这些看起来互不相干的宇宙谜团，也许背后连着同一根线。在物理学里，这种事非常吸引人，因为一个好的理论往往不是只解释一个现象，它会突然把几个原本分散的谜题串起来，就像黑暗中几盏灯同时亮起，你才发现原来那些岔路可能通向同一个房间。当然，这里必须说清楚，这不是定论，也不是说标准宇宙模型已经被推翻。科学界对这类激进想法通常都非常谨慎。有研究者评价，隆布里泽的理论很有创意，也很不寻常，确实试图回应现代宇宙学里几个最棘手的问题。但它也面临一个关键难题，很多核心部分目前还很难直接检验。宇宙场是否存在？粒子质量是否真的随宇宙时间演化？红移是否可以不用空间膨胀来解释？暗物质是否真能被这个框架吸收？这些问题不能只靠漂亮的数学。物理学最终要回到观测，回到实验，回到可以被证明也可以被推翻的证据。所以，隆布里泽的静态宇宙假说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。它严肃到不能忽视，但还没有强到可以取代现有模型。它像一扇半开的门，门后也许是死胡同，也许是另一个宇宙。不过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，不只是这个理论本身，而是宇宙学正在经历的这个时刻。100年前，哈勃望向夜空中的模糊光斑，发现银河系之外还有无数星系。人类的宇宙一夜之间变大了。上世纪60年代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被发现，让大爆炸理论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。人类开始相信宇宙真的有一段炽热而紧密的早期历史。90年代，宇宙加速膨胀被发现，暗能量登上舞台，我们被迫承认宇宙的主要成分竟然是我们尚未理解的东西。而今天，韦伯望远镜把更远、更古老的宇宙图像送回地球，它让我们看到过早成熟的星系，看到哈勃常数的矛盾仍然存在，看到标准模型的边界正在被一次次推到极限。这不是科学的失败，恰恰相反，这正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。科学不是一张永远正确的地图，它更像一代又一代人在黑暗里接力画出的草图。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画得更准了，然后下一代人拿起更好的望远镜，发现边界之外还有新的大陆，旧地图被修改，宇宙变得更大、更怪，也更精彩。隆布里泽的想法，无论最后对或错，都属于这样的时刻。一位严肃的物理学家看着堆积如山的矛盾，然后问出了一个简单却危险的问题：如果我们一直理解错了呢？如果我们称为宇宙膨胀的现象，其实不是空间在长大，而是物质内部的尺度在改变。如果宇宙不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，而是一片安静、平坦、古老的超出想象的广阔场域，如果星系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远离，而是它们发出的光带着物质演化的痕迹穿越了时间，那么宇宙大爆炸又该如何理解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时间是否真的有一个开端？我们所说的宇宙历史是否需要被重新书写？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宇宙没有起源，但它可能意味着我们描述起源的语言错了。我们以为自己读到的是空间膨胀的故事，可那也许是物质本身写下的历史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我们熟悉的宇宙图像、爆炸式的诞生、暗能量推动的加速膨胀、神秘缺失的暗物质、遥远星系的红移，这一切也许只是更深层现实投下的一道影子，而真正的宇宙还藏在影子后面。现在，人类的工具越来越强，望远镜看得越来越远，探测器越来越灵敏，数据越来越精确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看得越清楚，问题反而越尖锐。这也许正是宇宙给我们的提醒：你们还没有真正看懂我。在日内瓦，在某间安静的办公室里，也许有一位物理学家正盯着方程式。
那些方程式正在暗示一种可能：整个宇宙也许和我们相信了100年的样子完全不同。这就是科学最让人着迷的地方。我们会犯错，我们会推翻自己，我们会一次又一次以为已经抵达答案，却发现那只是下一个问题的入口。而也正因如此，生活在这个时代才如此令人兴奋。今晚，当你抬头看向夜空时，不妨问自己一个问题：那些遥远的星系真的正在离我们远去吗？还是说，我们只是把宇宙发来的讯号读错了方向？宇宙到底在膨胀，还是我们一直误解了它的沉默？